欢迎收看第653期武器大讲堂。在二战那个天马行空的年代，不仅仅德国工程师奇思妙想，美国、苏联也一样为了应对德国的强大坦克炮和防御工事，纷纷研发自家的重型防御和突击型坦克。基于这个需求，美军在二战末期开始设计研发一款超重型坦克，它就是本期武器大堂的主角 T-28超重型坦克。T-28超重型坦克发展于1943年，确定的针对德国西部边界齐格弗里德防线重型防御工事突破的需求。这个需求计划设计一款突击型坦克，配备105毫米口径的 T51火炮，帮助盟军对付混凝土防御工事，同时也能够对抗当时德军的一些作战坦克。该计划于1944年3月完成立项，并在1945年3月由太平洋汽车铸造公司设计制造，并在同年8月首辆样车就被生产出来。在1944年批准建造时，原本的命名是 T-28重型坦克，但是在第2年设计制造的时候，发现它并没有设计旋转炮塔，所以美军军械部将其名称更改为 T-95火炮突击战车。不过，由于当时的美军类似的自行火炮都是轻型装甲车辆，而 T-95火炮突击战车却是重型装甲和大口径火炮，所以很无语的是，美军军械部在1946年6月又再次将它更名为 T-28超重型坦克。此款超重型坦克的设计有别于当时主流坦克和自行火炮的设计方案，整车长度为11.1米，宽4.39米，高2.84米，重95吨。车体底盘设计方案采用当时现有的 T-23坦克底盘加以改造而成，也是如此才能够保证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实现样车的生产。车体装甲改造的非常的厚实，主要是为了能够抵挡住当时德军88毫米钨芯穿甲弹在1000米距离上的攻击。其布局情况为：车体正面有个炮盾，炮盾装甲厚度达到了305毫米，手下装甲厚度为130毫米，车体侧面装甲厚度为64毫米。在悬挂系统和车体下方，则是使用了100毫米厚度的军制钢装甲裙板作为保护。在当年那个年代，其正面和履带装甲已经完全足够抵挡住德军的88毫米口径反坦克炮了。虽然车体侧面装甲防护稍微不足，但是本身低矮的姿态也能够减少受弹面积，可以起到一定的弥补。在1946年到1947年这段测试研发的阶段，美军对 T-28超重型坦克装甲进行了测试，使用英国改制的谢尔曼萤火虫坦克主炮进行测试，7.7千克的炮弹都对它无可奈何。要知道，当时改造的谢尔曼萤火虫坦克主炮是1943年2次世界大战时期唯一一种能够以较远距离在正面摧毁德国虎式、豹式的西方盟军坦克，可见其装甲防护做的是非常到位了。在悬挂系统和动力系统设计上，其悬挂系统基本上是基于 T-23坦克的底盘主动轮在后、从动轮在前的布局模式。为了支撑加重的车体，副重轮单侧增加到了8个，采用水平安装的平衡式悬挂系统，每个副重轮上都安装有橡胶支撑，外部的履带宽度为584毫米。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设计依然无法满足巨大的车身对地面产生的压力。为了缓解悬挂压力，设计师在坦克每侧履带外部通过可拆卸连杆固定的方式，额外加装了同样的一套悬挂系统。因此 T-28超重型坦克的悬挂系统具备了每侧16个，总共32个负重轮，从动轮、主动轮和履带也都变成了4个，大大的提升悬挂系统的支撑能力的同时，也极大的增加了重量和尺寸。因此，在运输和通过桥梁的时候就存在不少的问题。为此，外侧加装的外轨机构是可以拆卸下来单独运输的，只需要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拆卸。安装方法也是一样的，拆卸下来的外轨可以固定在一起，形成一个可以拖到坦克后面的额外装置，方便进行火车运输到战场上面进行部署。动力系统依然是沿用了 T-23坦克底盘的动力系统，为油电混动设计。没错，二战时期的重型坦克动力系统其主流设计都是使用油电混动模式。与现在的油电混动不同的是，它没有动力电池，而是通过燃油发动机所产生的电力直接驱动传动系统进行动力输出。燃油引擎为一具能够输出500匹马力的福特 GAF V8 汽油发动机，变速箱具有3个前进档和1个倒档。这套动力系统相对于接近100吨的坦克车体来说非常不够用，所以 T-28超重型坦克的行驶速度最大仅仅为13公里每小时，车内的4个油箱可以携带400升的汽油，最大能够提供160公里的续航里程。其行动缓慢不说，在战场上面如果陷入弹坑、沟壑中，自身的动力根本无法让自己脱困，所以其在战场上面的机动性能几乎为0，甚至还会成为累赘。好在它有出色的防护能力，不至于成为固定的坦克靶子。在火力布局上 ，T-28超重型坦克没有传统的炮塔，使用类似于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德国坦克歼击车全封闭炮塔式全防护车体设计方案，配备有一门 T51型67倍径105毫米口径坦克主炮和一挺12.7毫米口径勃朗宁 M2重机枪，机枪位于指挥官舱口上方，备弹660发，主要用于防空使用。主炮车体前部设计有一个垂直安装的球形炮盾，主炮左右移动范围为向右100度，向左110度，俯仰角度为往上19.5度到往下5度。主炮备弹为62发。
发，发射炮弹炮口注速度达到了1130米每秒，射程可达19公里，基本上满足了当时欧洲摧毁敌方碉堡工事的需求。在测试的过程中，德国西部边界7个弗里德防线就已经被盟军突破了，所以这款超重型坦克就没有在欧洲战场的用武之地。随后美军计划用在太平洋战场上面，生产出来的2辆原型车一直测试到1947年末，共进行120公里公路和413公里野地行走实验，其中1辆在测试中发动机起火报废了，就仅剩下1辆继续实验测试。在随后2颗原子弹彻底结束了二战，这款还在缓慢测试并且没有什么真正优势的超重型坦克也就被遗忘在荒郊野外。时间来到了1974年，才有人发现锈迹斑斑的 T-28超重型坦克，因为其设计理念具有创造性的思维，也是这个项目仅存的唯一1辆，所以在被发现之后被重新除锈组装，进入坦克博物馆中永久展示，并随着岁月继续锈蚀腐烂。本期武器亮堂到此结束，更多精彩视频欢迎关注武器亮堂展网线内容，我们下期见。